我要和天一样高。各位，你们是不是抱持着雄心壮志，想要翱翔于天际之间，并且报效于国家？没有关系，我国空军欢迎大家加入。他的轮子几乎都要比我高嘞，我就比他的轮子高了。老板说这个60几年嘞。对，这个哦，谢谢老板。我还有过这吗？大家早安，我是一楼一楼。前面的影片我们带大家去过了水林乡以及二林镇，想不到还有个二水，大家有听过吗？啊，好像哦，感觉这3个地名很容易搞混呢。没有关系哈，那我就马上带着老婆以及大家抵达了二水乡，让我们一起深入二水乡探访二水到底藏了什么啊！二水乡位于彰化县东南方，东北以八卦台地边缘与南投民间相接，南隔浊水溪与南投竹山以及云林林内与刺桐对望。二水乡旧称28水，其名称来源有多种说法。有一说是源自早期司错圳与15庄圳之间，也就是今日八堡一圳与八堡二圳的分水地带。当时建有一条分水圳，从司错圳分出约2成水量引入15庄圳，因此称作2分水圳或28水圳。聚落也因此被称为28水。从清代到日治初期都沿用28水庄的地名，直到1920年日本政府推行地方行政区域改制后，才简化为2水。战后初期曾隶属台中县园林区，1961年起划归彰化县至今。目前二水乡人口约1.4万人，是彰化县人口最少的行政区域，也是全县唯一未设工业区的乡镇，保有淳朴的农村风貌与自然生态。境内坐拥八卦山脉、台湾最长的浊水溪以及3大骨皮圳之一的八堡圳，每年举办的跑水节更是地方特色盛事。农特产品方面，以稻米、白柚、芭乐最具代表。同时，二水车站为纵贯铁路与集集线的交汇点，兼具交通枢纽与观光门户的特色。来到二水，不仅能感受田野好山好水，更能探访八堡圳的源头之旅，体验农村风情、铁道文化与水利历史交织的魅力。我刚刚去，想说没什么人，然后殊不知我前面都是大单，是打电话的，就是一次买6杯8杯的。天啊，超多人，我真的太热了，辛苦了。不会，赶快来一杯。二水车站的前身为28水 駅。在早期，它只有一座简易的月台，供旅客上下车使用。一直到1918年才增设了木造站房以及木造天桥。19年的时候呢，为了配合集集支线的兴建，增加了蒸汽火车使用的配置。到20年，为了配合行政区域的改制，才更名为二水 駅。一直到1933年才改成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水泥站体，并且正式定名为二水车站哦。所以二水车站也是1930年代很具代表性的日治时期的建筑之一。那它整个的建筑风格偏向比较简约，然后候车室采挑高设计，到上面还有高窗，增加它的通风跟采光。沿廊还有一些柱状结构。那墙面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二丁夸展跟洗石子。没错。所以在2020年，它也被列为彰化县的限定古迹。那我们今天来看到有些部分都有围起来在施工，应该是进行站体的优化工程 ，Level Up。从二水车站步行不到5分钟就能够抵达的28水公园，在园内最吸睛的亮点就是有2台蒸汽火车头。这一台大台的 CT278，它又有蒸汽女王之称，是在1953年台铁以美元资金向日本所购入的，非常的大台，很漂亮，日本制造的哦。那这一台台糖345号蒸汽小火车头，它又称为5分仔，是由嘉义蒜头糖厂所赠送的。你看，在园内一大一小火车头并列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对比。蒸汽女王是台湾最后采购的蒸汽火车，曾行驶于纵贯线，是一辆快速旅客列车之一，曾经载送过高级官员。在我出生之前的1982年，铁路电气化之后除役，后经前副总统谢东闵先生争取，陈列于此作为纪念。近看真的
很壮观哎。嗯，它的轮子几乎都要比我高嘞。我就比它的轮子高了。这一台好迷你，好可爱。对啊，两个这样对比，真的蛮可爱的。在这个28水水公园里面，也展示了一台我们的古董战机中正 F51，它是由美国授权台湾自己生产制造的。那目前展示于这边，与这2台蒸汽火车头遥遥相望，完美的将陆权以及空权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了。上面有只老虎的图案，很可爱的老虎图案，那是空军联队的代表吗？不知道是某一个连的标示吗？嗯。老婆，你刚刚讲什么？你再讲一次。你说这个像什么东西？我觉得它的机头很像原子笔的头。国际弟兄不要生气哦。在二水火车站旁这一栋建于1933年的二水驿第7号官舍，它曾经是作为二水驿长宿舍使用。在日治时期，因应铁路纵贯线跟集集线的交汇，这边的客运量逐渐成长，所以它也是曾经这边铁路宿舍群的代表之一哦。但很可惜的是，因为年久失修，所以它的回水相当的严重。所以现场我们今天来看都是用铁皮围起来，所以应该是在修复，然后评估再利用。所以今天没办法看到它的全貌，有点可惜。但是它当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式宿舍的木构造建筑，所以在2018年登录为彰化县的历史建物，然后2024年才正式命名为二水驿第7号官舍。二水老街主要分布在二水车站前的光文路及其相连的元吉路3、4段一带，其中光文路与元吉路交汇处俗称三角仔，曾是二水最繁华的地段。这里聚集了3栋具历史与建筑价值的红砖街屋：张老英宅、谢毛宅与正鼎宅。除了3栋红砖洋楼外，老街周边还有前副总统谢东閔故居、100年历史的酱油工厂、传统街屋与在地小吃，构成新旧交织、独具风韵的历史街区。在火车站站前的洋楼街屋、OK 超商、亚洲大饭店那一片，部分商店保留旧时招牌，颇具怀旧风情。和新增饼行创立于1933年，由郑和先生所创办，是二水历史悠久的传统糕饼老店。虽然二水本店已歇业，第3代传人陈先生自1991年起迁至北斗镇继续营运，延续家族的制饼技艺与美味。有尝过的朋友也欢迎跟大家分享哦。英源医院是二水地区首栋钢筋混凝土建筑，由正鼎之子郑瑞堂于1964年因应原正鼎宅空间不足而筹建，并于1966年落成使用。院内空间完整，设备完善。3义全和德酱油店由庄先生所创立，至今已接棒至第3代，有近100年历史。为传承祖先留下的纯黑豆糊底酱油，避免传统酿造技术失传，店家转型为食材教育场所，开放游客参观并了解糊底油的制作过程。院内的大瓮堆放着酿造原料，采用古法酿造，需耗时4至6个月才能开缸，取出纯正的黑豆糊底酱油，产量稀少，现今每月仅开1缸，约产20瓶，能买到的人不仅要识货，还要有缘啊。谢毛宅是二水代表性的3栋红砖街屋中规模最小却最精致的一栋，骑楼采拱门形式设计，立柱则不同于其他2栋，特别使用洗石子圆柱，2楼女儿墙上可见 M 与商店字样，相传其中的 M 代表宅主谢毛的毛，整体建筑立面兼具典雅与华丽。正鼎为二水出身的首位西医，更是于1953年第2届乡长选举中高票当选，地方尊称他为二水土地公。其宅邸为3进2院式格局，第1进为2间店面，曾是他所创立的英源医院，后2进为3合院住宅。骑楼设有拱形门廊，2楼立面配置罗马圆柱与拱窗，女儿墙上可见洗石子方柱装饰，并镶有2
个政治图样，完美展现出主人的身份与时代特色。张老鹰为日治时期二水知名富商，其建筑立面以清水红砖搭配洗石子横条装饰，属于巴洛克式风格街屋。骑楼采连续圆拱设计，拱与拱之间更镶嵌了花砖点缀，细致华美。原貌为规模庞大的四合院式建筑。现今仅存灵光纹路的红砖街屋部分，由4间店面组成。日治时期曾作为酒楼与旅馆使用。街屋后方过去还设有厢房、中庭花园与第2进驻屋，其建筑规模一度延伸至今日的二水超市旁，足见其当年气势与财力。老婆，我肚子饿了，赶快煮饭给我吃吧。那我们去厨房吧。到着します。厨房太远了吧？在二水老街上有一栋张老鹰宅，据传他在日治时期是知名的富商，因为经营竹材而起家。随后他与谢毛一起合资出口香蕉到日本，那也因为这个因素跟日方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因此获得日方巨额的赔偿哦，在此购地建筑了这栋大豪宅。大家不要看它目前的规模，好像比我家稍微大一点点而已哦。它在最初最原始的规模呢，深达60公尺长。你看这一栋房子多大，跟个大礼堂一样哈、哦。哇，那看来这个赔偿真的是很巨哦，非常巨啊，富油油的。那谢毛会不会表示高吗？那我嘞？谢先生应该是重质不重量啦，没有关系、比较豪华就对了。这里啦，这边有个牌子写说前副总统的故居在这条路走到底。刚刚看到那拱门没开，还本来想说今天无缘了。这边。穿过拱门即可见实践大学推广中心，后方便是二水名人谢东闵先生的故居。他是土生土长的二水人，更是首位台籍的台湾省政府主席与副总统。现今故居内仍保有当年的生活摆设，且据说拱门后停车场与游戏场旁的大芒果树、围墙以及靠墙石桌等等，皆为老宅时期的遗留之物。任内谢前副总统曾推动过小康计划，消除脏乱运动、礼貌运动、酪农产业发展及公墓公园化等政策，虽位高权重，作风却极为亲民，有求必应。晚年获封谢求公，二水乡亲更尊称其为东闵先，以表敬仰与爱戴之意。那在当时民国6、70年代左右，鲜少有台籍人士能够与他匹敌哦。并且他在1972年把这座3合院的老宅捐赠给实践大学，那成立了实践大学附设二水农村家政推广中心，作为社会教育的推广基地。成立于1964年的张农米粮是张老鹰宅街屋的一部分，由郑先生所创办，专营米粮批发，现由第2代接手经营。除了传统黏米，这里也贩售着友善农法的杂粮、果干与坚果等产品。招牌的柚皮果干使用二水的大白柚低温烘焙，可以品尝到柚子皮独有的果香与苦甜滋味。不管是直接吃或是搭配冰淇淋或优格都很好吃。感兴趣的朋友，我将他们的官网资讯放在说明栏里。老板说这个60几年嘞，哇，好有历史哦。对这个哦，谢谢老板。好，我们尽快把片子剪完。哦，看到你们两个了。谢谢。来到了二水乡的第一餐，这边的在地名店面食，火烧面，面啊！这一间据说也是在地名店，它最招牌的就是它的这个火烧面。对，就是说好像是要大火快炒，所以会有满满的火气。哎呦，那就让我们来和一和，看看能不能感受到这一股气。没错，而且好大一碗哦，很大哦，赞！还没吃就闻到那个香气，真的哎，来喽，看，真的有一股香气哎。我觉得真的，它真的有一个味道，有，真的有说不出来的味道。哇，吸到大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内湖的那一间来豆浆？
来来豆浆不是喝起来有一股焦香吗？那这个面吃起来确实就是有一股类似那一种焦香味，但不是焦。对，就是有焦香，但不是香气。对，是有一股香气在。特殊的香气，很厉害。我没有吃过那种味道的面。我也是，而且我刚刚上来之后看它面黏在一起，本来会担心会烂的，但吃起来不会。不会啊，来，这就是所谓的过气了，过。不知道我们的国际巨星周杰伦当初那一首歌是不是来吃了这边他的货气之后才写出那一首歌？好，20霍元奖在这边啊。水好，对不起，你看连我们自己都搞错了。所以才要来拍啊，要好好分清楚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特色。没错，在二水的这一间火烧面，它的味道真的是蛮特别。这种火气我倒是第一次尝到，还不错。他看起来是老爷爷了吼。对啊，年纪大了。狗狗拜拜。哦。在我们身后这座中山堂，它的前身是二水公会堂，是一栋建于1930年代日治时期的建筑物。早期它是作为民众集会、行政以及保甲的功能使用哦。它也是彰化县现存3座之中规模最小的公会堂，那另外2座是在彰化市还有鹿港镇。保甲在当时是派出所、户政事务所、地方办公室的混合体，不仅办理行政，也具有治安监控功能，是日治政府管理基层的重要据点。在中山堂旁边曾有28水警察官立派出所，后方则是所长宿舍，三者紧邻而建，完整呈现当时的治安体系。此外，公会堂旁原设有小型升旗台，属于保甲事务所附属设施。随着28水警察官立派出所于2015-2016年间拆除并还地于民，升旗台被移至所长宿舍旁。现今不论是中山堂所长宿舍或升旗台，皆因建筑状况不佳，以铁皮维护，只能静候修复与再利用的契机了。我觉得就是它很像台西的13沟面砖，好像所以我在数说13沟是指真的有13条沟吗？真的13呢？真的有13沟哦？真的假的啊？由陈如医师于1933年所创立的红河医院，当时正值痢疾、霍乱等传染病流行。陈如医师在地方上救治无数病患，为其后代为继承医业，如今院址已作为住宅使用。其建筑属于折中主义风格的两进式红砖街屋，立面3墙仍可见红河医院1933及 Kowa Hospital 字样，外墙使用当时流行的洗石纸以及国防砖装饰，展现出昭和时期的建筑特色。现在看到的这一间新一业，据传它这边是以前新生戏院的旧址。请各位观众留言，这个到底是冰咖啡还是二水咖啡？这间水煎包及面线，店名就叫水煎包及面线，怎么那么精简啊？就告诉你就是卖水煎包跟面线，然后下午2点开，一下子人就排满满了。对啊，刚刚现场看人潮非常的多哦。算蛮平价的，1颗12块，铜板价，下午吃个点心还 OK。好，没有问题，我们就来尝尝看在地版的水煎包。哇，它皮接的金黄色，看起来恰恰的。对啊，恰恰的，它的皮真的是蛮酥脆的，咬起来烤的，好像跟以前印象中的水煎包是比较软的那种不一样哎，而且它的内馅的那个馅料的香味还蛮重口味的哦。不错，我就觉得好像不用加价，但看到有人推荐说也是可以加辣。我刚刚没吃到下面馅，下面是那个胡椒味，蛮香的呀。对，就是蛮重口味的。二水人的下午茶点心铜板价就可以解决，怪不得排队排成这个样。来起来！来吃面吧。这间8度C 烘焙可不是85度C 哦，不要搞混哦。是8度C。这间烘焙法它很妙，它在大马路旁的一间小店，感觉很容易就错过。隐藏版小店啊。然后我看网上说，它好像以前原本都是接那种团购预约的订单，然后是后来在二水这边开了本店，连可颂啊和吐司都是它的招牌，然后现场很多面包看起来也好好吃哦。对。
它的面包真的做得很精致，除了盐可颂之外呢，它还有这个长得很像蝴蝶酥的好事花生。还有台湾人不能放弃的血一根。但是你们以为只有这个样子吗？不止哦，它连苹果都做得出来，你们看。它太可爱了。对啊，非常可爱。买了，哇，香，香哦，香香的。我没有闻过面包有这么浓的香气。真的假的？真的啊，因为我的嗅觉不是很好，所以其实我闻不太到味道。那这个香气我闻得到，表示它够浓郁。那就真的够香。来，试试看呢，就有淡淡的咸味。而且它的可颂啊，不是我印象中那种一咬会碎得乱七八糟的可颂。对，这种盐可颂不是那种酥皮的。哦。在车上睡得乱七八糟，你会崩溃吧？当然是没问题啊，老婆在身边怎么可以说不呢？那以前他车上是不能睡到睡觉。现在没办法，工作嘛。下面一位，好吃花生，很罪恶，很好吃哦，好吃哦，欠吃。花生没什么不好吃的道理。老婆要试试看它的苹果口味，它的名称就叫做一颗苹果。哎呦，怎么它的造型看起来有一点像八糕呢？好像有点对，像侧面有点像花桂糕或是马芬的那种。你看，女生才讲得出这么高级的形容词，一个是讲马芬，我是讲花桂。你这个，停车，真的有那个苹果的香气，真的。哦，苹果的香气还蛮浓的。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吃这个是我第一名，这3种第一名。曾经在吴宝春的带领之下所做出来的面包，果然不会让人失望。买。位于民主路与元吉路3段交汇的 Y 字路口，由萧文章先生所创立的张宏制材工厂，是二水经营制材业的先驱之一，产业传承已有3代。其建筑为少见的产业型老屋，1楼为厂房，2楼推测作为住宅使用。外观采歇山式屋顶、洗石子墙面与弧形栏杆，最醒目的莫过于高达5公尺的大型看棒，以黄色洗石子为底，签上褐色张宏制材工厂字样，象征着当年木材工业的繁盛荣景。没有水，是有小时候你每次都要压这个，我想说到底有什么乐趣？压压看，原来是这样子啊！二水观光自行车道紧邻火车站的集集支线，起点就在二水车站，终点通往八宝圳公园，全长大约7公里，沿途景点丰富。会经过前面介绍过的28水公园以及源泉车站、林先生庙等，也可一览壮观的八宝古圳。顺带一提，集集线自二水站发车，全长29.7公里，是台铁众多支线中里程最长的一条。这条铁道曾因亏损延役停驶，并于921大地震中受创中断，后经重建，于2001年恢复营运。如今已转型为深受游客喜爱的铁路观光支线。源泉车站位于彰化县的最南端，同时它也是集集支线上面最早建立的车站之一。在1921年最初启用时，它原本的名称是叫鼻仔头 AK， 一直到了1962年才更名为源泉车站，沿用至今。那源泉车站它是没有售票口的所以大家如果来这边搭车是采上车补票的方式。这一栋站体目前看起来蛮新颖的，是因为在921大地震时，它的站体毁损，有重新重建过。300年的土芒果树，非常的高夹缝中求生存。源泉村芒果树树干直径约3公尺，高度达20公尺，相当于6层楼高。每年仍能结实累累，展现惊人的生命力，成为在地奇景。相传300年前八宝圳开凿时，传奇人物林先生曾在这棵芒果树下指导村民制作水利神器，因此他不仅是自然界的奇观，更像一位默默见证二水发展史的守护者。至于这位传奇的林先生，不妨就跟着我们走进林先生庙，一探背后的故事。
林先生庙位于二水乡源泉村，据传他主要是侍奉一位林姓的水利工程师。相传啊，在1709到1719这10年间，施世榜先生在彰化平原上面新建了八宝圳主要圳道，但是碍于浊水溪溪水湍流，无法直接取水。这个最大的问题呢，使得他们工程挚爱难行。这个时候，林先生便突然间横空出世。经过他的指点呢，这个最大的难题直接解决。但是在解决之后，林先生又突然间神秘的消失了。所以众人为了感谢林先生的技术性指导，让八宝圳发挥最大的效益，就在源泉村这边的八宝1圳跟2圳的分水口这边建立了这座林先生庙。那陪侍也有建立八宝圳有功的施世榜先生跟黄世清先生。庙宇曾因火灾迁址，后又因年久失修，由时任省主席谢东闵拨款重建，于1977年竣工并题匾德泽流芳。1994年，林先生庙更被选为二水乡特色地标之一。2002年又邀请了嘉义县彩绘师郭田重新彩绘，至今每逢中元节，水利会与当地居民都会在此举行祭典。如今在二水各地也能见到由林先生所发明的龙仔糕装置艺术，以纪念这项水利恩惠。八宝圳建于1709年，完工于1719年，就是由前面所提到的林先生出手相助而完成的水圳，是台湾最早开凿、至今仍保留的古老水圳之一。因其由施世榜筹资兴建，最初称为施厝圳，也因其引用浊水溪灌溉八宝农田，又称浊水圳，最后统称为八宝圳。它与台南的通福圳、新竹的隆恩圳并称为台湾3大古老皮圳。二水乡每年11月所举办的跑水节，不仅有祈福祭典，还结合了在地观光与农特产展售。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在八宝圳上健走戏水，亲身体验古老水圳的魅力，也传承了饮水思源的精神。位于二水乡的花旗木步道，它是从源泉车站一路到源泉派出所这一段，大概500公尺左右长的分布。那花旗木它是产自于泰国东南亚那边，由于它的花跟樱花长得很像，因此又有泰国樱花的美称。那这一条呢，也因为它紧邻集集铁道线就在旁边，所以这条步道也有花旗木铁道的称号哦。那每年的花季是在3月到4月，那在花季的时候来就可以看到一排的花海，旁边就是缓慢行驶过的火车，这个绝美的画面，就不管是摄影爱好者啊，或是铁道迷，一定要拍到的画面。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马上来拍起来啦。没错，那如果想要拍到这样的画面呢，大家记得先查好火车逆行跟顺行的时刻表，提早来卡位哦。跑水球才线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跑起来啊？我现在就想要马上去跑呢，非常需要。八宝圳公园是当地重要的水文化景点，园内除设有游憩空间外，还设置了手动轮转水车、巨轮水车、龙骨水车，以及象征八宝圳取水智慧的龙仔糕，让民众能更直观地认识传统水利技术，同时也可与水门近距离感受浊水溪滂沱入水门汇入圳道的壮阔景象，体验八宝圳承载的历史与水利之美。早期有神秘的林先生水利工程师，没想到我们现代也有以楼一楼工程师来帮大家介绍一下。没有问题。大家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个很像要办萤火晚会的东西哦，它的名称叫做龙仔糕。它竟然是早期的消波块，跟我们现在台中沿海看到的名产蚂蚱长得不太一样哦。它是用竹子去编织而成的，那由专业的师傅下到河床底部去把它安装好之后，用大小石块把它填缝在里面，让它稳固的固定在河床上面。从清朝康熙年间一直到民国大概70年代初期左右。浊水溪沿岸只要每逢雨季容易泛滥嘛，它就发挥了最大的保护效果，照顾了周遭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你们看，非常厉害，不愧是老祖宗的智慧呀！可以防洪，夏季又可以办萤火晚会。
いただきます。来吃东西啦！来吃很有气氛的下午茶。没有错，老婆带我来小小的约会一下。这间水水果传，它是一间就是餐饮结合伴手礼的店。他家的一些不管是伴手礼或是餐点，就是也融合一些他们自家，像什么冬瓜、黑糖、柚子等等。而且应该也算二水乡这边规模蛮大的哦。对对，这间很大间哦。有2层哦。开动，试试看。好，来试试看。这个冰淇淋要先吃，这个是玫瑰柚子冰淇淋，它是用倒扣的方式。好可爱哦！对，我刚本来想拿起来，就发现这只是它的帽子哦，好赞！而且里面有吃得到果干的口感，对不对？有一粒一粒的，一粒一粒的是果干吧？应该是就柚子。它今天的蛋糕只有香橙蛋糕，好像有些东西就是看时间，有时候不一定有，应该是季节性吧？有可能。哦，好香橙哦！它的果香还蛮舒服的。对，它的东西果香都还蛮自然。你看这，我点了一个稍微有点突兀的，香肠是 N 强 ，N 强，对，在美美咖啡店点了一个突兀的 N 强。刚咬下去那一刹那，就是 N 强本身的那一股香气。那后半段它的尾韵真的就是有柚子的香气，淡淡的出来。这次二水的行程到这边也差不多啦。老婆，你对哪里最有印象呢？我觉得是八宝镇八宝镇哦，就是觉得以前在课本上看到的东西，然后今天实际在眼前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水啊湍急，然后各种水门，然后觉得真的很神奇。而且浊水溪本人真的是蛮浊水的哦，以前还会想说为什么要叫浊水溪呢？真的是浊，真的是浊。你嘞？我自己呢，应该是说对二水这整个大环境印象最深刻，因为前面我们带大家去的地方，要么不是农业，要么就是渔业。那这边刚好它是在南投山边，它的风景很漂亮，就是你远处有山，近景又有一些花花草草，再结合铁道就在周围。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移动下来，时不时火车就是从旁边经过，听得到火车的声音，觉得蛮惬意的。很有看见，就是虽然说不是铁道，但你会觉得好像火车经过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兴奋，或者说拍到火车、看到火车的时候就觉得哇，小确幸，对，小确幸。对啊，所以应该说二水的大环境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那我们今天二水的行程到这边也差不多咯，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的影片，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影片见。顺带一提哦，目前频道今年才刚开始经营，所以都还是算兼着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我的本业是什么？要透露一下哦。好啊，那就带大家来到了二水这边看看我原本的本业究竟是什么。恰啦！我在二水这边哦，开战车的，我在做停车场管理员啊。这屁呀！这不瞒你说，刚刚的军机是我的。